我现在再问你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除了证据问题以外，另外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你在第一集的时候，你说傅政华先生只是你准备曝光的4支这个贪腐的官员里面的级别最低的一个。那么呢，你准备在未来的一些节目里头不断的曝光另外一些就是说更高级别的一些官员。那么今天你接受我的第2季采访的时候呢，你对这个问题你准备有一些什么新的说法？好的，小平先生。这样，这个傅政华先生呢，他真的是我这个爆料当中级别最低的啊。在昨天这个，因为无数个电话打来，我这几十个小时没睡觉了，确实有点撑不住啊，这个眼睛都闪电现在啊。但是呢，这些电话当中呢，有很多都除了劝告、警告、威胁，同时呢也有给建议的啊。有些是朋友，这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老领导呢，这个给我说的非常关键，他文贵呢。这个时候呢，要冷静啊，不要冲动。这个首先是要符合国家利益，这一点我是绝对支持的。这个又逢两会，而且呢，现在这国内的政治形势也非常之复杂啊。那么我要报的这些人呢，这个一说是4个人，还有常委，还有这个政治局呢。他说文贵，你首先这些话要负责任啊。同时呢，不要因为这个呢。对家人、对自己，或者是给别人带来伤害啊，也不要辜负了这个现在网友对我的信任。那么我想在这说几句啊，这个老领导说完以后呢，我给他吵了半天。我现在这儿呢，跟这位老领导先道个歉啊。这个我的吵是非常不冷静的，因为这确实我是又在医院回来，然后呢这个又没睡好觉，这个迷迷糊糊的，希望理解。我想在这儿再补充一下。这位领导说的是对的啊，我可以接受。可是有一样，我昨天给您说的有其中一句话，如果我把其中的涉及到李友背后股东的真实故事，我要给他揭发出来，我深信啊，有1000万人会上街，啊，1000万人上大街游行，啊，你老领导，您刚才您在这个电话中说那句话，文贵不要天真幻想，我没有幻想，啊，我可能会天真，但这一点我绝对没有幻想啊。我觉得这个证据公布出来，一定会有1000万人上街，因为8600万党员是无法接受的，老百姓也是无法接受的。我也不希望这事情发生到那一步，但是我既然走到这一步了，我家人已经被2年来被抓起来，被关员工受到这样待遇，今天让我接受依法治国可以啊，我接受啊，而且最近有了积极进展可以啊，但是我能走这一步，我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啊。如果没这个准备的话，我也不敢坐在这儿说。首先我要说的话没有证据，我也不敢说。啊，昨天我在医院晕倒的时候，这个有人对我采取的其他的手段和措施，我也再次告诉你们，这些对我都不灵，我什么都经历过。我是这个被胡淑丽女士形容为一个草根儿啊，还有这个被这个俄讯这个形容为一个农民的人，我们这样的人。既是农民又是草根，连死能怕吗？我们不怕的。同时我也告诉这位老领导，我之所以说接下来我一定还要揭发这个事情，谁也挡不住我。我今天对网友的承诺，这个我有很多方式，这个 CNN 电视台、NBC 电视台、CNBC 电视台，包括日本的这个 NHK 电视台啊，这个包括其他几大媒体，没有不跟我联系的。我之所以没有去跟这些媒体去合作，原因我就是坚守了原则，中国事儿不让外国人参与，这是我为什么接受明镜的采访。第二个，我也不需要外国人去理解啊，我觉得是中国人内部的事儿，我不想走到那一步去。但是如果说真的就觉得郭文贵这些话对我就产生了威胁，那就太不了解文贵了。接下来的这个爆料我是一定要进行的，为什么要进行？因为这涉及到了国家的安危、民族的未来。如果这种靠掩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比如说我即将爆料的常委当中，数以千亿、几百亿美元的资产，我是要拿出证据的，我是拿出的是账号的，我是拿出资金去向的啊。这东西为什么不能报呢？这更非常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啊，符合习总书记的这个反腐的这个目标啊。这个特别是这在我们的案情上，我们能看得到的是。厦门办案人完全是打着习王孟书记的这3位书记的这个反腐的这个旗号，在干着自己谋利敲诈勒索的另外一个新的犯罪啊，这是有利的。当然了，会对社会产生影响，但是我觉得根本上利益还是符合这些3位书记的
反腐目标的利益的。所以说我这位老领导呢，我再次必须跟您说，我不能同意您很多的观点，但是我同意您一定是中国事中国解决。然后呢，再一个，我一定会坚持爆料下去，但不会以国家为敌，不会以党为敌，也不会以这民族为敌，这是郭文贵的底线。所以接下来我还会继续爆料。小平先生，好，这个我们的这个我刚才转达的这2个问题啊，是第1季播出之后啊，我看到的这个观众的反应中啊，以及他们的期待中2个最为关键的问题。现在呢，这2个关键的问题我已经问完了。